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你知道吗？新加坡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水资源条件好的国家。说实话，如果只看自然条件，新加坡几乎是一个注定会缺水的地方。国土很小，没有大江大河，人口密度高，工业、城市、生活全都要水。但是呢，现实情况是，新加坡很少真正为没水这件事恐慌。那问题来了，新加坡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不是要讲环保口号，也不是单纯科普某一项技术，而是从新加坡基建的视角，带你看清楚一件事：新加坡是如何用四大国家水龙头，把缺水这件事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可控系统的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想，新加坡既然没大河，那水从哪来？重点来了。根据新加坡国家水务局 PUB 的公开资料，新加坡通过河流、运河、排水渠，把全国大约2/3的土地都纳入了集水系统。也就是说，不只是水库附近，而是整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接雨装置。更具体一点，目前新加坡全国一共有17个水库，作为本地集水和储水体系的一部分。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，下雨的时候，雨不是随便流走，而是顺着排水系统一点一点被引导、被汇集，最后进到水库里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新加坡没有大江大河，但它把2/3的国土改造成了集水器，再用17个水库把雨存成国家资源。这不是自然条件，这是彻底的工程改造。那既然这样，新加坡为什么还一直强调缺水？这里要注意一个关键词。在官方文件里 ，PUB 长期把新加坡定义为 Water Stressed Nation， 高度缺水国家。原因其实可以用3句话说清楚：第一，先天不足，小国没大河，储水空间有限，这是地理条件决定的；第二，需求持续上升，人口在增长，工业在升级，数据中心、城市运转都在不断治水。政府也公开提到，到2065年左右，新加坡整体用水需求可能接近现在的2倍。第三，降雨不稳定，雨水是重要底盘，但高度依赖天气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国家的水只能看天吃饭，那风险是非常高的。所以新加坡很早就想明白了一件事：缺水本身不可怕，不可预测才是真正的风险。你可能会想，那干脆找一个最强的解决方案不就好了？比如说建一个超级大的水库，或者全面依赖海水淡化。但是呢，可别以为这样更安全。在基建系统里，单一方案永远是最危险的选择。一旦你只依赖一种水源，那天气、能源、设备、政治，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，整个系统都会被卡住。所以新加坡的思路从一开始就不是找一个最厉害的水源，而是把风险拆开，把不确定性分散，让不同水源在关键时刻能互相顶上来。这就是4大国家水龙头的核心逻辑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把这4个水龙头一个一个讲清楚。我们先说结论：4大国家水龙头不是4种水，而是4条风险属性完全不同的水路径。首先是本地集水，逻辑很清楚，成本相对低，规模可观，2/3国土集水，17个水库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受天气影响，所以它是底盘，但不是保险。第二个是进口水 ，PUB 在官方的 Water Story 里明确把进口水列为是大水源之一。不过呢，你要把它看成答案就错了。进口水更像是一种压力源，正是因为它不完全可控，新加坡才被迫也主动去发展其他更稳定的水源。重点来了，第3个水龙头也是新加坡水系统里最核心的一条稳定水源——新生水。PUB 官方定义，新生水是4大国家水源之一，通过深度处理，把回用水转化为高品质淡水。举个例子，在早期阶段，4座新生水工厂一度就能满足新加坡每日用水需求的15%以上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，因为它说明新生水不是补充，而是结构性支柱，而且系统还在升级。近期政府新闻稿提到，
随着 Bedok New Water Factory 的关闭，新加坡正规化，用樟宜的新生水工厂进行替代。新厂的产能规模是50 million gallons per day 量级。你可以这样理解新生水，这是把污水变成第二条人造淡水河，而且完全不看天吃饭。最后一个水龙头是海水淡化。PUB 明确写道，目前新加坡一共有6座海水淡化厂正在运行，这是新加坡最硬的一张底牌。只要能源不断，水就能一直产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清楚代价，淡化是能耗最高、成本最高的治水方式。所以新加坡从来没打算全靠淡化，而是把它当成弹性水源以及国家级安全阀。说到这里，你会发现4大国家水龙头其实早就不只是水政策，它更像是新加坡基建思维的一个缩影。3个关键词：第一，冗余，永远不把国家命运压在一条线上；第二，分散风险，不同水源对冲不同不确定性；第三，长期一致性，几十年的持续投入，而不是1、2年的工程。你仔细想想，交通、能源、通信是不是也是同一套逻辑？看起来花钱，但买到的是稳定。说实话，这套系统最反人性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它越成功，你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你不会为今天没停水而庆祝，你不会每天去想水从哪来。但是呢，正是这种没感觉，说明系统在正常运转。换句话说，在新加坡没新闻本身就是最大的好消息。总的来说，新加坡并不是不缺水。一句话说，新加坡只是拒绝把未来交给不确定性。4大国家水龙头不是技术奇迹，而是一套基建层面的理性选择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知道你每天用的水背后是一整套高成本、长期投入，只为了不出事的系统，你还会觉得水价只是涨价吗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真的帮你看懂了新加坡水系统背后的逻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